今天介绍这部2024最新美国恐怖片《唤醒》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。话说小乔开车来到高档社区，他还带了一束花。期间有个叫麦克的人打来电话，小乔拒接了。他来到一栋别墅外面，大门已经被锁得死死的，他在犹豫和徘徊着，最终他翻门而入，在美国非法闯入私人物业，屋主是有权开枪将其射杀的。另外这个罪名也是不小，至少要吃6个月以上的牢饭。他在入口处闻到一种奇怪的花香，然后小乔来到房屋的门前，也不客气直接敲门。这时保姆芳姐走了出来，小乔连忙自报家门，他是来采访梅姨的，已经打过电话，但是遭到了拒绝。芳姐想起来了，那还是他拒绝的。小乔就想听到梅姨亲口拒绝之后，他就不再来打扰。芳姐就问小乔是怎么进来的，小乔就如实告知。芳姐觉得有必要打电话报警。小乔哀求地表示自己就是想来采访，并没有破坏任何的东西，因为他知道好莱坞马上就要重拍那部著名的恐怖片《觉醒》，所以他就想来采访梅姨。芳姐打断了他的讲话，他没有兴趣听下去，因为梅姨对这种翻拍的电影毫无兴趣，而且他很久没有拍电影，已经远离好莱坞。芳姐接着告诉小乔，他不是第一个来采访的人，然后就关门不再理他，很明显就是让他赶紧走的意思。小乔就大失所望，转身走到院子里，他还不死心，于是找到房子的侧门，恰好没有锁死，他就溜了进去。这个女人的胆子真大。他走到客厅，被一个坐轮椅的女人看见了，没错，她就是30年前凭借恐怖片《觉醒》获得奥斯卡女主角奖的梅姨。小乔赶紧向她致歉，而且说明了来意。就在这时，芳姐发现了小乔，于是进来就要把他赶走，而且还拿起电话要报警。小乔还不停哀求，就算是梅姨不愿意接受采访，也希望能亲眼见到她的拒绝。小乔就死死地盯着梅姨看，可是梅姨一个字都不说，这个就很说明问题了。芳姐就让小乔走吧，而且让小乔当着她的面从门里爬出门外，她绝对不会开门的。小乔失望地走到木门边，这时梅姨说话了，她问小乔的名字，小乔也不老实，就说了一个假名。芳姐就让小乔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，小乔就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。这下他们感觉小乔不像是坏人，然后梅姨打算换一身的正装再来接受小乔的采访。小乔觉得没有必要，认为现在的着装就可以，但是梅姨坚持要换装，就让芳姐领着小乔去另外一间会客室先坐着。小乔完全没想到瞬间自己会受到如此的重视。看到这里，我就在想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小乔本来目的就不纯，还报出假名，小乔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这样做？而这个梅姨为什么又重视起这次采访？到底谁会笑到最后？咱们拭目以待。过了一会，梅姨坐着轮椅进来，她是那么的温文尔雅，先是给小乔为之前严厉的话语表示道歉，然后热情的让小乔坐下来，就让芳姐去泡茶给小乔喝。梅姨就问了小乔从事记者的经历，小乔就一通的乱说，梅姨渐渐也相信了。这时芳姐就把茶水端了上来，梅姨就让小乔一边喝茶一边向她提问，小乔就一口气提了很多的疑问。当然他最关心的是梅姨当年是如何被导演相中的。梅姨对30年前的事情照样记忆犹新，然后就开始侃侃而谈。小乔对于茶水的味道感到好奇，梅姨就解释这是用了好几种的香草和鲜花混合泡制出来的。小乔就感觉怪怪的，然后梅姨就发现小乔的手背有疤痕，小乔忙说那是小时候不注意弄出来的。与此同时，芳姐就拨通了小乔名片上的电话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很快芳姐就走过来揭穿小乔的虚假的面目。既然都这样了，小乔就老实交代自己是一名演员，但是相当的初级，只是接过几个小广告和大学生拍摄的电影。他得知觉醒要重拍，他就想去应聘女主角，当然他也觉得自己肯定是选不上的，于是就动起了歪脑筋。他想到了梅姨，如果梅姨给剧组打个电话，说不定就能被录取，所以小乔就想通过采访的方式先跟梅姨套近乎，一旦火候到了就请梅姨帮忙打电话通融一下。芳姐就反唇相讥，她认为小乔刚才扮演记者十分的到位，根本不需要帮忙。梅姨这时发话了，意思就是小乔的想法很幼稚，他在电影圈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，何况就是有这个能力，他也不会打电话的，这对谁也不公平。小乔顿时就像是冰水浇身一般，没想到梅姨接着表示她可以教小乔如何获得这个角色。小乔有些没有听明白，梅姨就详细的告诉小乔，他会教授具体角色方面的演绎技巧，让小乔通过导演的面试。小乔简直不敢相信还有这等好事，就问梅姨具体是哪方面的技巧。梅姨清楚的告诉小乔，就是那段3分钟的女主独白。
当年他就是凭借这个独白，当场被导演相中的。当然小乔有权拒绝他的这个提议。小乔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这次真是遇见贵人了，有点不敢相信。梅姨声明自己不会拿这样的事情开玩笑。小乔立马表示了万分的感谢，随后梅姨就开始教授小乔如何做表演，而且是从最基础的讲起。当然他讲的都是精华，寥寥数语就能让小乔提升到一个台阶，尤其是让小乔找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黑暗。小乔这下有点不理解了，梅姨就解释只要这样做，他表演起那种悲伤才是最自然的，因为女主本身就是个悲剧人物，他希望小乔好好挖掘一下自己的过往，肯定有人生最黑暗的存在。说着说着，小乔总觉得有什么东西环绕着他，让他坐立不安，实际上他什么也没看见，于是就干脆去上个厕所吧。于是梅姨就让他去2楼的卫生间。小乔在2楼的一个衣帽间看见很多漂亮的衣服，这时他的经纪人麦克打来电话，意思是要跟小乔解约，他认为两人无法再合作下去。小乔就把自己跟梅姨的关系进行了夸大，而且强调梅姨会帮助他获得角色的，希望麦克明天就去参加觉醒的选角报名。麦克一开始不太相信，直到小乔发誓自己没有骗他，这才答应两人继续合作下去。明早就为小乔去报名。讲完电话，小乔又走到梅姨的卧室左看看右摸摸，他这哪里是在上厕所，分明是在探寻梅姨的秘密，竟然还用梅姨的梳子梳起头发来。然后在一个小盒子里发现一支录音笔，他打开播放键一听，原来一名记者采访梅姨的录音。小乔刚听了开头，好像芳姐也是给记者端上了一杯茶。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，是芳姐来看看小乔为什么还没下来。小乔就顺手把录音笔放进了挎包里，然后坐回原位。接下来梅姨打算当场示范了那一段3分钟的独白，他就让小乔先把屋内的蜡烛点燃，随着镜头的切换和漂移，这会让人感觉到小乔实际上是做某种仪式。梅姨的右手不停地抖动，院子里有个大炉子，似乎在燃烧着什么。随后梅姨就让小乔先把那段3分钟的独白说来听听，小乔尽可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，当然这些在梅姨的眼里都显得那么不重要。随后梅姨亲自示范3分钟的独白表演，依然是那么的令人惊艳，丰富的面部表情，富有诗意的台词，犀利与柔和的眼神并存，让小乔惊叹不已。这时小乔已经把花茶喝了大部分，然后梅姨接着讲述，在觉醒上映了6个月后，制片人跑来告诉自己获得奥斯卡金像奖，那是他一生当中的巅峰时刻。由于自己太过于兴奋，导致他开车撞到一头麋鹿，经纪人当场死亡，自己也被医生确定再也无法站立走路。不过在那个事故发生之前的时刻，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朵云，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处于生与死之间，看见了很多不该看见的东西，那些都是超自然般的存在。随后梅姨又把当时在医院得知自己再也无法站立后，内心那一瞬间是多么的绝望和悔恨全盘讲了出来，然后诱导小乔挖掘自己最黑暗的深处。小乔照做了，其实他的内心早就不安了，因为他在少女的时候就让已经被医生诊断为绝症的母亲去领了盒饭，当然这些跟他的父亲误导他有着莫大的关系。我觉得这样的电影画面简直就是绝子。梅在一旁用丰富的面部表情展现当年的绝望之情，而小乔就一脸僵硬的在回忆自己的内心的黑暗之处，两人一动一静，这个反差之大令人咂舌。突然梅姨狂笑起来，似乎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，这下把小乔从回忆中拉了回来。芳姐听见笑声也跑了上来，她就让小乔去院子里待上一阵子，她会帮助梅恢复清醒的。小乔就拿出录音笔接着听下去，这下可把他惊到了，因为那个记者采访的时候发现一个秘密，就是梅姨和芳姐都会读心术，记者当时打算要干什么或者要说什么，他们完全都能猜到。而记者就看见一个奇怪的事情，在一个玻璃罐里放着一只他哥哥的手表，问题是他哥哥已经去世多年。然后他又觉得房子十分的诡异，但又说不清诡异的地方是什么，他感觉自己掉入了一个陷阱里。小乔听完觉得十分吓人，于是就返回屋内，但是这次他看见了自己少年时候经常玩的玻璃罐，因为里面装了一只金龟子。小乔认出来了，这是他少年时代经常玩的物件，吓得玻璃瓶从小乔的手上跌落下来，摔了个粉碎。芳姐正好过来，表示他会收拾，让小乔赶紧去采访梅姨。小乔看见梅姨又恢复之前的那种正常的神态，两人就互相客套了几句。梅姨首先看出来小乔知道这里的一些情况，他就告诉小乔一个秘密，当他第一次见到小乔时，他头顶的乌云就消失了，太阳出来，感到了温暖，觉得自己被光芒笼罩。说着说着，小乔竟然站了起来，进入到一个白色的空间，在空间的中部
似乎有个什么东西在动，然后晕倒在地上。等小乔醒来，他看见了惊人的一幕。小乔再次被打晕。等小乔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，四周点满了蜡烛，满满的仪式感。接着梅姨念起了咒语，隔日坐在轮椅上的梅姨被推了出来，她渐渐发出了小乔的哭喊声。小乔的灵魂被永远困在了梅姨的身体里，而小乔开着车欢快地在公路上行驶，手上的伤疤不见了。经纪人麦克打电话来问他面试的情况，此时的小乔高声回答自己没去，对此已经没有兴趣。麦克都被搞晕了。此时在小乔身体里装着的是梅姨的灵魂。影片到此结束了，我觉得本片拍摄的还行，满分5星，我给打分3星半。本来这部片子前面大部分拍摄的很棒，虽然没有一个恐怖的镜头，但是真的会让你从心底感受到深深的恐惧。唯一的缺点就是结尾有些仓促，如果配合一些灵异的镜头，那么就非常的完美，可惜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